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呢，有点有趣哦，就是关于民间信仰。那我们说到多元文化这4个字呢，很多人都会想到什么？当然是要想到我们的祖国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有来过的人都知道啊，我们有马来人呢、华人呢、印度人呢，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那都在这一片土地上面生活，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啊、语言啊、宗教啊、风俗啊都非常的不一样。除此之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不要说我们的各个不同的种族之间啊，单单是华人自身的文化呢，我们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的哦。那这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祖辈们啊，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比如说有广州啊、潮州啊、福建啊、厦门啊等等等等。那除了在语言方面呢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各自所传承的信仰呢更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啊，打算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信仰。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华人文化的宗教信仰嘛，所以呢，什么基督教的话呢，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华人宗教的由来，中国的这个宗教历史呢，可说是非常的悠长，最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啊。而在中国流行的宗教呢，除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佛教，还有道教，更有由儒家思想为主体而形成的民俗信仰。那这些宗教呢，轮流受到各朝代的这个政府的欢迎还有喜爱，也轮流受到了唾弃和打压。比如说在历史上啊，唐朝还有明朝皇帝呢就偏爱道教，而佛教呢则多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又称351宗佛难。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呢，佛道儒3教开始互相的学习和互相的模仿，于是呢就慢慢的变成越来越像，又有人称之为3教合流。那这呢是华人宗教的一大特色。刚刚讲到这一些 keywords 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自己去 search 关键字，然后自主学习啊。谁反对？谁反对？OK， 冷静一点，回来。那继续来说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就是我们华人的宗教的特色呢，就是会混合了很多。那比如说，在这个建于北魏年间，大约是公元5世纪末的这个悬空寺啊，它里面呢就有佛祖啊、老子啊，还有孔子啊，在这个寺内呢排坐了一个很奇特的这个现象。所以呢，不管是从印度传到来中国的这个佛教，还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不知道哪里产生的这个民俗信仰啊，最终呢都会变成了非常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样子。在各方各面呢，其实深深影响着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而当我们的祖辈呢下南洋来到马来亚半岛的时候呢，也一并把这些宗教习惯带来了这片土地。他们肩负了抚慰祖辈们离乡背景的这一种心灵需求，试图呢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当中呢，找回一点点家的感觉。而又因为呢，祖辈本身啊知识水平不是很高的关系，那他们在这里呢所传承的宗教呢，更多的时候是注重功能性，除了是安抚人心之外呢，也兼具教育的功能，来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因此啊，在早期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呢很少会去深入的探讨宗教的教义啊。拜神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很简单，为了祈求平安。也因为这样子呢，让早期的马来西亚华人养成了见神见佛能拜就拜的感觉。好嘅，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啊。后来呢，随着马来西亚的发展呢，正信宗教团体，也就是指那一些能够引导人们向上向善，然后解决烦恼、获得幸福的宗教啊，就是正规的那种，比如说是佛教啊、道教啊、伊斯兰啊，还有基督教啊、锡克教等等。当正信的宗教团体开始获得更多的资源，有所成长的时候，渐渐呢就跟华人宗教分道扬镳了。但是呢，由早期这个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华人宗教，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转化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的标志，变成了是马来西亚华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0岁而4俗，对大部分的
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呢，我们并没有像马来人那样啊，从小就接受系统性的宗教教育的这个习惯。我们呢都是看着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拜啊，我们就跟着这样拜。然后我们听着公公婆婆啊讲说啊，这个不可以啊，板当这个板当那个，我们就跟着一起板当这个板当那个这样。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会借由一些书本啊，可能漫画啊，可能连续剧啊，或者是一些电影的媒介呢，来认识这个宗教。所以我们有认识，但是没有很有系统啊。那所以呢，我们并不是通过正统的宗教经典，因此呢，我们对于宗教的认识呢，自然就会被刚刚讲到的一些影视剧情啊的作者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来影响的。比如说曾经非常非常流行的香港鬼片、僵尸片等等。那除了我们相信呢鬼怪僵尸是真的呢，也加深了我们许多错误的一些宗教印象哦。而对大部分的80后还有90后的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啊，这一部就真的非常的经典了，就是 TVB 的《西游记》。那这呢，绝对是一个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作品哦。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呢，就是因为这部《西游记》，让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的宗教元素，比如说佛祖啊、观音姐姐啊、玉帝啊、土地公等等的各路神佛，以及一些什么法术啊、咒语啊、天庭啊、地狱啊等等的宗教概念。哈利波特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有《西游记》了，劲嘞。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啦，对于许多呢不是那么虔诚的朋友而言呢，宗教通常只是生活的这个调剂品，只是占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啊，而我们也没有真正认真的对待宗教啊，只是这样东一点西一点，再加上一点点自己又忘记一点点，这样一点一点的拼凑出来的一个宗教观，那自然呢就会比较零碎和片面啦。说到这个零碎和片面呢，讲真，我觉得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风格啊，我们 everything 都是零碎和片面的，很多事情的理解都是这样。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把它补足好吗？所以呢，这也就造就了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观呢，跟《西游记》就有一点像啦。里面呢，除了掺杂了佛教还有道教两个宗教的元素之外呢，更有许多属于自己原创的地方，就像是源自佛教元素的佛祖、道教元素的玉帝，以及这个虚构的孙悟空。务实但不那么虔诚。那我们华人呢，拜拜的这一种态度呢，好听一点来讲呢，就是务实啊；不好听的话呢，也是先死奔啊。在《西游记》里面呢，孙悟空其实也是这样的，他每次打不过那个妖怪呢，他就要去搬高兵。他要搬高兵的时候呢，他从来不会介意他应该去找谁啊，他爽了就去找观音姐姐能帮忙就帮忙一下啊，不然就去找太上老君呢来出一下招这样子啊。所以呢，谁能够帮得到他的，他就去求谁啊。所以呢，对于孙悟空来说呢，只要有求必应的，他都不会客气。而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是这样自己想一下所以我们其实好像很少会去执着我们到底拜拜的这个神明是谁，有什么样子的来头。我们通常呢只会希望我们拜拜了以后呢，神明呢就会或多或少的这样保庇我们，让我们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度过难关。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觉得这间庙好像没有什么 feel 这样子嘞，那我们就会去隔壁的那一间庙试试看哦。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呢，既然观音姐姐帮不上忙，这样我去找关帝咯，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啦。而且呢，即便我们最后在拜拜的时候呢，还是吃尽骨头，我们也不会对观音姐姐呢，或者是关帝哥哥呢，有什么样子的 hard feeling 的。其实我们荧光笔认为促成马来西亚华人的这种务实但是没有那么虔诚的态度的原因呢，是很多方面的。这其中呢，就肯定少不了我们祖辈们过去那么多年以来从生活中总结而来的智慧。因为务实，所以呢，让我们找到了最节省力气的方法，也就是不那么的专注虔诚，这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和弹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啦，老百姓呢，在以前的日子这么艰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生活是很累又很辛苦的，因此呢，追求务实生活上的一些帮助呢，就成了宗教的信仰基础。只要是可以提升自己现有的生活水平，对我们来说，崇拜的对象是来者不拒，因此呢，才会有了这一种多元而特别、具有跨宗教还有国界的独特宗教系统啦。是不是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嘞？再次厘清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我们民间的信仰不包括那个什么正宗的佛教正宗的其他的宗教等等所以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吧？不用我再解释了吧？除此之外呢，我们荧光笔相信应该不是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有这样的特色而已的。如果呢你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朋友呢，留言在下方呢，让我们知道你们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感觉上你们那边跟我们马来西亚有什么样子的分别呢？多分享你们的观察还有看法哦。马来西亚的华人呢，逢年过节呢都会有去拜拜的习惯，而且呢，我们一年到头去过这么多的寺庙，
如果你的观察力是比较好的观众朋友，肯定呢也会发现，或者是已经很好奇，为什么有一些地方叫寺，有一些地方叫庙呢？到底它们之间是什么差别呢？什么情况之下应该要叫庙，什么时候应该要叫这个寺呢？来，那虽然今时今日的我们呢，经常把寺和庙这个2个字呢掺在一起用，就是讲寺庙这样啦哈。但是寺和庙呢，本质上呢是指不一样的东西的哦。寺呢，在古代中国的时候啊，通常是指政府办公楼，负责追查案件还有审讯犯人的大理寺。《甄嬛传》有看吗？里面有出现。而佛寺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是佛经翻译机构的意思。那佛教呢，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嘛，而印度法师呢带来的佛经呢，多数都是梵文所写的，所以呢，都必须要经过翻译以后呢，汉人才会读得懂。所以呢，皇帝呢就下了 order 设立这个白马寺作为官方的这个佛经翻译机构。也就是说呢，最早的寺呢，其实是政府的 office 来的哦。那至于庙的话呢，则是指拜拜的地方啦。例如皇帝拜祖先的地方就叫太庙，拜孔子的地方就叫孔庙，拜关羽的地方叫关帝庙，诸如此类的。那佛教呢，在中国成了这个主流的宗教之后呢，各地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佛寺，才让寺呢慢慢呢从这个政府机构变成了佛教宗教场所的专有名词啦。所以呢，就有了寺庙这个词啦。那顺带一提，来送买你 bonus。官又是什么嘞？那早期的道教的宗教场所呢，通常会被称之为官。那在古代中国呢，本来是指皇宫的这个城墙上面的那个高楼，是留来给一些专门的人士呢夜观星象的地方来了。那后来呢，这个工作呢，主要就交给了道士来负责，因此呢，官才会成为了道教宗教场所的这个意思。而再后来呢，道教就经过了长期的发展，道士们呢开始以皇宫来形容天宫，于是呢，大型的这个道教宗教场所呢，又会叫做宫，又或者叫做宫庙。那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呢，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对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和习惯有了多一份的了解，这样子呢，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去明白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我们相信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并不是拒绝宗教，只是呢，生活呢可能有太多烦人的事情，所以呢，在宗教这方面呢，我们才会选择一个比较节省力气的模式。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还是希望呢，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找到为自己充电的办法，让自己呢，在面对完这些憋屈的事情之后呢，可以有一个精神寄托，并且 recharge 自己的心力，继续迎接下一个挑战。有时候呢，宗教信仰呢，也就是一个心灵上面的寄托啦。那话说呢，这支影片上架的时候呢，卫赛节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算在卫赛节的时候呢去浴佛呢？有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区留个举手的 emoji， 让我们看看哦，这里到底有多少人去浴佛。其实如果你不是佛教徒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就当做是去参观一些文化的一些活动。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参观其他国家的一些宗教场所啊，还有一些仪式等等的。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实地的交流。那我是英，我们每个礼拜3呢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跟马来西亚有关的影片，欢迎 follow 我们的这一些平台。当然，如果你有余裕的话，每一个月1杯奶茶的钱，请我们喝，请我们喝，我们就可以拍更多的影片啊！我们不是拿来喝的，我们是拿来拍影片的，就是呢做更多的影片，就可以走更长的路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就是以行动支持我们的话，也可以把这支影片 share 出去可以 share 给你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一集非常适合 share 给长辈。好，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